那走吧。黑豹这种掠食者本身就更喜欢住在茂密的环境里，看来兽性的天性，哪怕在它们幻化成人形后，也会深深影响它们的生活习惯。难怪小峰当时身上带着那么多昂贵的珠宝首饰，风家的底蕴确实深不可测。少主回来了，夫人等您很久了。风阿姨就是那个勾引了岳州哥的臭子！阿姨，你快帮我出出气！您送给我的手镯还被岳州哥弄坏了，那可是您送给我的祖传手镯啊！不怪他，要怪就怪柳真非要闯进我的别墅。我都给保安打过招呼的别墅了，是不是您给保安通的气？混账！怎么跟你母亲说话的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母亲，没事。黑糖。是不是您给保安通的气？混账！怎么跟你母亲说话的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母亲，没事。黑糖，名字倒是不错。听说你是在归墟行长大的。我原本还担心这雌性只是这臭小子找来搪塞我们的挡箭牌，但看他现在这副眼珠子都恨不得粘在人家身上的样子，这神态绝对做不了假。罢了，家世平庸就平庸吧。站这么久累了吧？坐下跟我说说话。马上要用晚饭了，你喜欢吃什么？阿姨，你不把黑糖赶出去吗？还要留他用饭？小珍啊，你知道我们越州这100年来没有一个雌性看得进眼。我原本是打算他如果没有喜欢的雌性，我就让他跟你结契。可他现如今有了喜欢的雌性，我自然不能反对他。阿姨，您的意思是您同意让岳州哥跟这个臭雌结契吗？小珍啊，你要不要留下吃饭？要一份猪总饭，肉要极其鲜嫩的，不能带一点血丝，7分熟。还有那道玉米沙拉，不要放洋葱。再补一道甜汤，要温的，不能太烫。天知道这100年来，我们看着他像个活死人一样拒绝所有雌性有多么忧愁与绝望，没想到竟然真的让我们等来了他愿意结契的这一天。风阿姨，我调查过了，黑糖是 F 级的废雌，他配不上岳州哥。F 级，空有皮囊，家世贫工，只要岳州喜欢，封家都可以捏着鼻子认了。但是 F 级，封家百年门楣，绝对不允许出现一个最底层、最下贱的 F 级废物。小珍说的是真的。是。岳州，你要知道，你是极其尊贵的 SSS 级精神力，你根本没有办法跟 F 级兽结契的。我不在乎。但凡他不这么固执，早就跟别的顶级雄兽一样，膝下子女成全了。何须我操这100年的心？不能结契，这个雌性没办法缓解你极其可怕的易感期，你会比之前还痛苦100倍的。我不在乎。他是认真的，还是入戏太深，在演戏？岳州哥，你这么做，不怕别的兽人笑话封家吗？ F 级的雌性在联邦连条狗都不如，只能沦为卑贱的工具。只要封家敢要它，全星际都会嘲笑封家自难堕落。先吃饭。相比起这些乱七八糟的轻视，我更在乎的是，这封家的饭菜真的很难吃。一开始问我口味时，他还算满意。得知我是 F 级后，那点满意瞬间灰飞烟灭。
他根本不想再迎合一个废瓷的口味，直接让庸仆换回了瘦肉爱吃的生肉。他吃的虽然慢，但吃相极其优雅，脊背始终挺得笔直，手腕抬起的弧度极其标准。这副做派跟岳州的吃相竟然出奇的相似。把这个喝了，不然等会儿会饿。你大了！我这个儿子向来桀骜不驯，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耐心，还用这种极其小心翼翼的语气去哄一个雌性？我马上吃完，吃完我们就回去。这么急做什么？刚刚小唐说想吃炒面，我让厨师炒了。好，谢谢你们款待，我们回去了。刚吃完饭，喝点酒，跟妈妈聊聊吧。小唐，我这儿有一款极其珍藏的好酒，听说你喜欢喝酒，要不要尝尝？你们去调查他了！再这么跟你母亲说话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不是我们去调查了小唐，是11上次回来拿了一些酒，你平时也不好酒，我猜的。原来那些酒是您这边的，味道确实不错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疯了！少主最厌恶别人碰他的头发，连疯夫人都不敢碰一下，这是绝对的逆鳞啊！黑糖小姐在干什么？要死人了！姐姐，姐姐，她平时清醒的时候，明明从来不这么叫我。黑糖，为什么她平时喊我全名时的语气那么复杂？有时候陌生的仿佛隔了一层浓雾，可有时候又熟悉的让我摸不着头脑。她到底把我当成了谁？走开！谁让你碰本少爷了？我要你抱我。好。你要去哪儿？我不许你再离开我。好啦，不走，不许再闹了，回去床上睡觉。你不要这么凶我，姐姐，我听话。你不让我去废墟里找吃的，我不去就是了。你不要不理我。废墟里找吃的，那不是100年前的事情了吗？没想到仅仅是因为我当年气得一晚上没理他，他居然如梦魇般整整记了100年。好，以后不会再不理你了。你要是他就好了。是你喜欢的雌性吗？他会回来的。不会的，就算姐姐回来，我也不知道，我已经移情别恋爱上你了。就算姐姐回来，我的心也不完整了。可是我控制不住我自己，我也不知道是因为你跟姐姐太像了，还是因为我对姐姐的感情不再那么坚定。明明这100年来，我对别的雌性都没有任何感觉，为什么？我喜欢你，我无法自控的被你吸引着。我知道这样对不起姐姐，可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他喜欢我，他不想等姐姐了。喜欢你，我好喜欢你。你说你也喜欢我？如果你喜欢一个人，不要轻易变心，小凤。等一个人100年不容易，不要因为我。你觉得我变心了？觉得我是个多情的人是吗？或许这是我的惩罚。不好好等姐姐，
连你也看不起我。他为什么会对一个替身移情别恋？是因为我和那个雌性太像了吗？可是我不记得100年前有什么雌性跟我长得很像啊。难不成是自己消失后，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再次离开这个世界，是人性不清醒你，所以我绝对不能贸然答应他这种冲动错乱的表白。或许我该离开破晓星了。您怎么淋成这样？少主呢？我也不知道。他变成黑帽往竹林深处去了。你要去找一找他吗？找？少主连家都不回了，摆明了是想自己静静，或者在雨里发疯。我去找他算什么？找死吗？我的老天爷！他们两个吵架，竟然是少主自己离家出走淋暴雨，黑糖小姐安安稳稳的回家睡觉。属下不敢打扰少主，我立刻让佣仆给您放好热洗澡水，您快去寒。是不是隔着星球，信号发送不出破晓星？是的。星球之间发消息，信号不稳定。黑糖小姐，您是想给谁送信呢？或许我可以帮您递话。给天阙星的庄九鹏，还有归墟星的千折翼。能不能麻烦你帮我带句话给他们？就说让他们来接我。我的妈呀！那两个疯子把绝人之高的赏金都翻倍了，全星际都在找他，他居然让我传口信叫他们来接人。要是少主知道了，估计又要疯了，到时候破晓星都要被他拆了。您放心，我记下了。记下了个鬼啊！这个死亡口信我明天还得一字不信自报给少主。老天保佑少主明天能消消气，千万别把我当出气筒撕了。黑糖，你别以为月周哥是真的喜欢你，他只是拿你当个替身，拿你当个替身。你没想到会有这样的雌性吧？月周哥落在废骨星的时候，就是被他救了。他一个雌性，却一点都不柔弱。他会修理汽车，会建房子，敢跟那些可怕的雄兽打架。这100年来，月周哥几乎没有一刻忘了他。像这样的话，他的房间里没有1000幅也有800幅，每一幅都是他亲手画的。那分明就是我自己。我甚至能通过这幅画回忆起小风爪边那种温热的触感。我只是没想到，他竟然用画笔把这一切全部画下来了。你拿什么跟他比？如果是输给他，我没有话说，但是输给你，你凭什么？你知不知道月周哥有多喜欢他？他不过是看你跟他长得太像，聊以慰藉而已。小风喜欢的是他，这算什么？原来他也跟阿木他们一样，一直爱着我。可他一开始不知道我是谁，所以他一直以为自己爱上了一个替身。当然了，月周哥喜欢他喜欢的不得了了。你以为有这张脸就能得到一切吗？你都不知道，他每年生日的时候，月周哥都要包下全破晓星的飞船，在空中飞一晚上，就为了庆祝他的生日。他明明都看不到，可是这100年的庆生却从未断过。他等了他100年，我也等了月周哥100年，凭什么你跟他像，就能得到月周哥的心？你不配！你说你会离开月周哥，只要你离开，你想去哪里我都送你去。我保证，他这辈子都找不到你。刘小姐，你疯了吗？少主要是知道了，恐怕会气疯的。完了！少主昨晚刚离家出走，黑糖小姐又让我传话给那两个魔头，难道她现在真的打算顺水推舟，借助了我这个疯女人的力量，彻底逃出破血星？
你来干什么？这些话是你从哪里偷来的？没有人告诉过你，谁都不允许碰我的东西吗？黑糖也碰。他不一样。少主，你不能杀柳真啊！柳真她是柳家的小姐，在破晓星也颇有威望。他有什么不一样？就因为他长了那么一张脸吗？凭什么我就不可以？你早说你喜欢的是这张，我就去救生啊！怎么可能是因为那张脸？是他的一切，他的所有都在吸引着我。更可怕的是，我根本不受控制的沉溺着，就像溺水，越挣扎越深陷。我连做梦都渴望的遇见他。跟你无关。王远洲，你之前说你爱那个雌性一辈子都不会变心，你变了，你对得起他吗？你就不怕他回来了会恨你吗？多少个午夜梦回，我从有黑糖的梦里醒来，第一反应是巨大的幸福，可紧接着就是铺天盖地的愧疚。那愧疚像冰水一样兜头浇下，把我钉在耻辱柱上。我怕，我太怕了。我怕我等了100年的姐姐真的回来了，看到我爱上别人的样子，会露出失望的眼神。我甚至怕，我自己已经不再配想起她。把柳真送出去，告诉保安以后柳真再溜进来，他们一家都从山庄里滚蛋。我不知道你怎么闯进来的，但是以后你柳家的生意别想在破晓星做了。还有，告诉你父亲，下个月联邦最高级别的议会他不用去了。叶周哥，我是在帮你啊，我不想你被这个雌性骗了，他不是好东西，他肯定是整了容的。黑糖，你要有点自尊心，你就应该知道他爱的不是你，是别的雌性，他只是想拿你当替身，他不爱你。你别信他的，我没有想拿你当替身。或许一开始有，但是后来就没有了。但是我还是得对你说一句，对不起。我相信你没有整容，你也没必要整容，这一切都是我的错。你不喜欢我，我的喜欢，我的想法，对你来说一定都是一种困扰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强迫你。十一说他尝试给他们发过好几次消息，我知道他想离开，我也知道我应该放他走，可是一想到他会消失，我就痛得无法呼吸，我根本放不了手。小风，这些话真的都是你画的吗？我要怎么说？一半是闭着眼睛都能描绘出的姐姐，另一半是让我心脏狂跳的她。是我画的，她对我来说太重要了，我并没有多情。对不起，算了，我的心很乱，等我想通了，或许会放你走。小风，你以为我是谁？你叫黑糖，是归墟星寿名，父亲叫赵振兴，母亲叫赵兰，你还有个弟弟叫……原来他一直以为我是一个完全陌生的雌性，所以他才会在以为自不再爱姐姐时感到那么痛苦，所以他的眼神里才会有那么多我读不懂的愧疚与挣扎。你看着我，为什么他明明不喜欢我，知道我把他当替身，又对别的族性有那么浓厚的感情时，他为什么一点都不生气？你还记得吗？你刚能化成人形的时候，脸怎么都画不了人脸，经常顶着一颗黑帽脑袋到处吓人。我有一次半夜起床喝水，看到你在偷吃田鼠，吓得我不停尖叫。其他4只小兽被我的声音吵醒，以为你是小偷，按着你
把你揍了一顿。当时大家都以为他是贼，把他揍得鼻青脸肿，可他连自己身上的伤都顾不上看一眼，第一时间冲到我面前，顶着黑乎乎的黑猫脑袋说不出话，只能焦急地给我比划着。对不起，姐姐。彼时我以为自己把姐姐吓坏了，围着她转了一圈又一圈，确认她没事才长长似的吐出一口气。那种心有余悸，后背瞬间被冷汗浸透的感觉历历在目。你怎么会知道这件事？因为那就是我，我叫阿唐，你还记得吗？我不信，你骗我的。昨天我还在因为自己同时爱上2个雌性而痛苦自责，可现在他告诉我，我爱上的一直都是同一个他。那你记得我身上哪个地方有一块疤吗？这是只有我们2个人知道的绝对秘密，哪怕他真的是庄九墨他们克隆出来的赝品，也绝对不可能会知道这件事。姐姐，这100年你去哪里了？你一直被千哲义他们合伙藏起来吗？不是，我是忽然消失的，上个月才回来。那你为什么不来找我？我不知道，你一直在等我，我怎么也想不通，为什么当年随手拉扯大的3只小兽，竟然都会等我100年？无非是见他们可怜，在异世界养点毛茸毛的小家伙聊以慰藉。只是这些小动物越养越大了。姐姐，我可以亲你吗？姐姐，你讨厌我吗？姐姐，你讨厌我吗？怎么会讨厌你呢？那你喜欢我吗？或许离爱还差一些距离，但是陪他们走过最艰难的废王星20年，我怎么可能不喜欢他们呢？喜欢。姐姐，我也喜欢你。就让我在此刻自欺欺人吧，不去想千之一他们，不去想小峰会不会像他们一样，为了我明争暗抢，掀起腥风血雨。你画了这么多的画？想你的时候就会画一张，其实有好多，但是我这几年画的越来越好，所以把不满意的都收起来放进仓库里了。因为画的实在太多，我还专门买了一整栋房子来放画，以后有机会带你进去看看。没想到这些你都记得。当然了，我在梦里都梦见过好几次了。姐姐你还记得吗？当时你就是在这棵葡萄树底下喝的酒，喝完以后好不讲理的，非要拽着我的腿当飞盘把我丢出去，还要我模仿飞盘狂奔。为什么没有脸？因为我当时根本想象不出来，这年当后当我又终于重逢的时候，我们会是什么表情？是前2天我母亲让人去天阙星购买的顶级药剂，听说只要喝上一段时间，就能大幅提升精神力。这个药剂我以前应该喝过好几管了。恭喜您，精神力由 F 级突破升为 E 级。只要姐姐把精神力提升上去，打破那该死的铁律，我们就能永远在一起了。可是药剂不可能这么快见效，一定是姐姐原本的体质就远超常人，这才引发了质变。警报！少主，天阙星的庄首领给您发了一条消息，询问您反常的高价跨星系购买提升精神力的药剂，到底是给谁用的？我当时还以为他们政务忙到天天加班，原来是把姐姐藏得跟眼珠子一样。现在既然知道是姐姐，我会把她藏得比你们更深更绝。凶兽只有在机能衰退时才会衰老，他这副鬼样子
一看就是因为找不到姐姐，彻底被逼疯了。绝对不能让姐姐给看见，她一旦开始心疼，我就彻底留不住她了。你怎么也跟千哲义一个鬼呀？难不成虫族真入侵你们星球了？你还记得我上次跟你说过，有个雌性拿了千哲义的枪，伤了雄性的事吗？怎么不记得？我甚至把这事写进了月报，准备将你们一军。好在我昨天惊险的在半路截下了那份月报，否则姐姐会被联邦强行抓走规训，后果不堪设想。记得。他和姐姐长得很像，我跟千哲义把他弄丢了。那你们可真是不小心。不过就是一个替身，你们有必要这么在意吗？只是长得像而已，再找一个更像的不就行了？你那里离苍苗星近，如果发现了他，帮我送回来。只要找到他，你要什么都可以。可是绝对不要让他去苍苗星。你放心吧，就算出于道义，我都不会让秦修那个死变态碰到你那个叫什么黑糖。毕竟他可是真的不拿雌性当兽人看的。谢了。真是没王法了！别的星球雌性地位至高无上，偏偏他苍魔星搞扭曲变态的特殊。在苍魔星，如果敢有雌性长一张鹅蛋脸、柳叶眉、杏眼，那他要么毫无尊严的去整容，要么一辈子不许幻化成人形，否则只要被秦修看见，那张脸就会被他活生生划烂。秦修就是个彻头入尾的疯子，苍魔星简直是雌兽的地狱。可是苍魔星的福利待遇好到令人发指，全星际陷入疯狂的兽人都挤破脑袋想去。他立下那令人发指的条款，只因为他不允许任何垃圾顶着跟姐姐相似的目光招摇过市。自从100年前姐姐满眼绝望的消失后，那个彻头彻尾的疯子就已经疯了个彻彻底底。在苍魔星，如果敢有雌性长一张鹅蛋脸、柳叶眉、杏眼，那他要么毫无尊严的去整容，要么一辈子不许幻化成人形，否则只要被秦修看见，那张脸就会被他活生生划烂。秦修找不到姐姐，彻底疯了，不顾一切拿下废体星，硬生生把那个垃圾站改造成了如今谁也不敢惹的高阶星球苍青星。如果姐姐落到了他的手里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少主，您这是？以后我们破晓星不跟苍明星有任何贸易，任何出口进口的通道全部关掉。可是少主，我们这个月还要跟苍明星采购世间罕有的黑晶石，不然资源不够用了。去长庚星采购。啊，那价格贵了整整1/3呢！而且我们500万金币的定金都已经交出去了，现在单方面撤单，苍明星绝对不会退钱的。贵就贵了，是小爷出钱，又不是你出。不好意思，打扰到你们了。没关系的，姐姐。我们聊完了，下去吧。少主，您昨晚淋雨发疯时说要把整个星辰山庄都留给黑糖小姐住，让我给您重新买一栋别墅，我给您看好寸土寸金的地段了，就在信华街道，您什么时候搬？小爷改主意了，不搬。见鬼了！昨晚少主还在雨里，淋得像条被抛弃的落水狗，一副彻底决裂的架势。今天怎么就笑得跟朵花一样了？姐姐，我晚上想跟你一起睡觉，我保证绝对不对你动手动脚，好不好？不行，你以前睡觉就爱踢被子，会打扰我睡觉。姐姐，我失眠了，睡不着。我想跟你说会儿话。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？我要跟姐姐说，
我好喜欢姐姐啊！姐姐，我好困，我们睡觉吧。嘘，姐姐晚安。岳州这是怎么了？中邪了？少主他最近遇见了一些天大的喜事。开心的事是那个慈寿。以前就盼着他能跟哪个雌性看对眼，现在真看对眼了。见他这2日这副痴傻的模样，也不知道到底是福是祸啊。妈，你把外婆留给你的那个手镯给我吧。我早就知道了，你给柳真那个根本不是什么祖传信物，外婆那个才是，上面镶嵌着世间罕有的蓝黑色猫眼石，我见过。原来这臭小子一直冷眼看着我，用假信物催婚。他无动于衷，是因为他根本就不在乎，也从没把柳真放在心上，就没见过你这么猴急的样子。我都怕自己一个稍不注意，他就跟别的雄性跑了。对了，你们买的那个药剂效果拔绝，他现在已经是1级了。这么快就升级了？以前不是听说这种后天精神力提升，升1级都得5年打底吗？怎么这个雌兽这么快就升级了？这样下去，不是很快就……早说了，它跟一般的雌性截然不同。妈，快给我，再拿1盒药剂。岳州，黑糖这孩子，我看着十分眼熟。他是不是归虚星挂在寻人榜首好几天，悬赏金额令人咂舌的那个雌性？是他。天哪！那榜单上层层叠加的赏心数额，现在已经惊人到后面跟着一串令人绝望的天文数字。听说无数的雄性连命都不要了，发了疯一样在找他。我绝对不会离开他的，你别想劝我。岳州，我们找人打听过了，这黑糖、千折翼和庄九梅那2个令人闻风丧胆的疯子结气的，要是他们知道了这件事，恐怕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难不成我破晓星还会怕他归虚星或天阙星？要是打过来，小爷我奉陪到底。这都是小事。我听说他跟苍明星那个一直忌讳的雌性长得一模一样。归虚星和天阙星虽然实力骇人，但讲道理，打起来还有微小的回旋余地。可如果让苍明星那个丧心病狂的暴君秦修知道了，那和破晓星势必有一场尸山血海的灭世恶战。苍明星的疯狗从不讲道理，他们只讲嗜血屠戮的残酷结果。可要我风月州就这么放弃他，那是绝对的不可能。岳州，你老实告诉妈，黑糖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全星际最顶尖的星球的掌权者还有你？妈，你不是有答案了吗？难道他就是100年前那个把你拉扯大的那个雌性？难道他就是100年前那个把你拉扯大的那个雌性？那我得去谢谢人家，昨天就那一顿饭，我也太失礼了。要不是他，恐怕我们今日也见不到岳州，他也活不到现在。妈，你可别吓到他了，他不是那种携恩图报的人，你们保持好距离，就当谢礼了。那我再让人多准备几箱顶级珍稀的药剂。哎呀，我那天真是昏了头了，怎么还在餐桌上撤他的菜，为难他？你替我向他道个歉，或者我自己去。妈，你放心吧，这种事他不放在心上的。但你以后必须对他客气点，不然以后你俩吵架了，我一定会坚定地站在他那边的。我怎么可能跟他吵架？真吵架了，连我都站他那边。妈，你要是真想补偿姐姐，就把你的宝贝花匠和员工借给我吧，我想给她修一块最顶级的花翎。好的呀，好的呀，2个够吗？我听说老沈刚收了几个小徒弟，一起带过去帮忙吧。你们跟着干活，别瞎跑，要是打扰到不该打扰的人，小心我把你们的皮全剥了。少主放心，
我们一定好好干活。真羡慕风少主啊，能和这么绝色的雌兽结契。我家那位兽妻就不行了，又丑又臭。谁允许你在背后议论少主的？给我滚出去！师傅，我错了，我闭上嘴，我不说了，你别赶我走。风守主在风家地位不可撼动，要是让夫人知道了，不止你，我都得吃不了兜着走。滚出去！别逼我亲自动手。首领，属下确认过了，确实是黑糖小姐没有错，我已经把坐标发给您了。听说这是你们古人类满意度颇高的家常菜，我妈一早大动干哥哥请了一位最顶尖的古人类厨师，特地来做给你吃的。味道确实不错。庄九木来信，那你那儿把他送回来。这不是警告，是通知。第3条致命警告，我将代表天阙星向破晓星发起宣战。没事，姐姐，就是那些种花的小崽子给我惹了点事儿。你先吃饭。少主，怎么了？谁给天阙星通风报信了？没有，我们的光脑都被保安严密扣下了。漏掉了谁？刚刚有一个学徒被我赶出去了，他平时挺老实的，干活也勤快，我真的没想到他会去追！少主，保安那边说，看见被赶出来的那只雄兽已经上了飞船，现在可能已经离开了。诸位，我可没离开。风守主，我们首领让我带他向你问好。您还有5分钟，请您把汤小姐送出来，我会亲自护送她回天阙星。少主，小姐拔不出去。风少主，我奉劝您还是乖乖听话，否则3分钟后，我将会投下第1枚炸弹。哦，抱歉，我说错了，现在只剩下2分13秒，您还是快点交出黑糖小姐吧，免得有无辜的人受伤。是吗？你家首领敢伤害她？风少主，不管您愿不愿意呢，这黑糖小姐我今天是非带走不可。少主，这怎么办？先派人去保护姐姐。庄九木这个疯狗，他竟然真的敢在姐姐在场的情况下贸然投下炸弹！姐姐，你没事吧？地下室，你往地下室跑，那里不会被炸弹波及。那些战舰的炮口紧紧锁定着我，姐姐，我派人去接你了，你待会儿就跟他走，去封家老宅避难。那你呢？他想拿你牵制住我，只要你安全了，我就什么都不怕了。小风，今天投炸弹的是谁？庄九，快跟我走，来不及了。我是不是见过你？认出你来了，蠢货，快把他打晕啊！
这黑豹的速度也太快了，根本炸不到。这星辰山庄都快被我们烧光了，再这么下去，恐怕会伤到黑糖小姐。首领下了死命令，黑糖小姐一根头发都不能伤到。去哪儿了？不会逃出去了吧？不可能，山庄外有我们的人在把守，不可能让他逃掉的。那里还没烧干净，往那边投一颗炸弹，把他逼出来。战舰失控了！开枪啊！炸弹呢？你输了，我说过，我不会再把它拱手给别人。我才没那么蠢。只有我身上的伤口越多，看起来越惨狼狈，姐姐才会越心疼我。姐姐越心疼我，就会越讨厌庄九木那个满脑子只有掠夺的疯狗。这笔账，小爷我算得门儿清。姐姐呢？今晚就让老宅的顶级厨师做草莓蛋糕。姐姐一看到我这身惨烈的伤，肯定会心疼的掉眼泪。到时候我就能借机委屈的哄着姐姐碰一碰我了。少主，他们说黑糖小姐不见了。是谁？是庄九木干的。没有，我让人严密排查了，去往归墟星和天阙星的任何货物都没有异常。那就是还在破晓星，给我找！枫叶城，你还是凶星吗？你放开我！说，是你干的吗？你把他带到哪里去了？枫叶城，你敢让我丢脸，让我被别的兽人笑话？我只是小小的报复你一下，你就受不了了？你把他带去哪儿了？我把他杀了，那种只有一张脸，还特地整容成你姐姐的样子，我当然一杀了之。我问你，把他送去哪处了？你为了一个女人，把我们柳家的生意都搅黄了，我被我妈骂死了。你没关心过我，你眼里只有那个女人，凭什么？我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我说，我让人把他送出破虚星了，至于送去哪儿，我就不知道了。归墟星和天阙邪星都是半封闭状态，只有苍明星。我不是说了，让你把苍明星所有的订单取消，永久关闭通往苍明星的通道吗？是属下的错，属下想着尽快结束最后一个订单，这才请受主责罚。这里我太熟悉了，这是我100年前在废卫星生活过的地方。我回到了废卫星吗？到底是谁把我迷晕送进来的？如果这扇木头做的门已经老化腐朽，我甚至会觉得自己直接穿越回了100年前的那一天。哪来的贼啊！你竟然敢闯进我们领袖的故居，还敢破坏木门！你长这样，怎么还敢闯进我们苍魔星？不要命了！
这是我的故居啊！这是你的故居？你疯了吧！快走，快走！要是让首领知道了，你这张脸得被活生生划烂掉！100年前，他们为了我的一张床，可以连命都不要；100年后，他们为了抢我，却能毫不犹豫地向对方的领地投下炸弹。你们真的都变了！赶紧出去！要是让别人知道你闯进来还弄坏了门，你小命就不保了！青山，你把什么人放进来了？杨哥，这个我能修好，你别说出去，不然这个雌性肯定又要半死不活了。这个雌性怎么长这样？他们到底在怕什么？杨哥，这好几重死罪，要是落在委员会手里，他恐怕活不下去。装什么傻？你们这些长得跟那位一样的雌性，总以为能有机会勾搭上我们首领？我告诉你，你想得美！我们首领恨透了那位。那位是谁？哪来的狂徒啊！长成这样敢进我们苍茫星？长得这么像，这100年都没遇见过。就算送去整容，要怎么整？要我说，直接把他的脸划烂了，扔去别的星球算了。你疯了！你忘了上次联邦因为这事儿还给首领发警告书了。哼，那怎么办？让他变成雌兽？对了，上次那个让雌兽一辈子拟坏不了的药剂还在吗？你好，我能问几个问题吗？无你说话的份儿吗？我长得跟谁像？有了小峰他们一眼认出我的前车之鉴，我最大的概率就是跟自己长得像。这是你能问的吗？是黑糖吗？你疯了！在苍漠星绝对不能说这个名字！先杀了他，再丢出去，省得首领知道了这件事，把我们几个全都活剐了！你疯了！杀雌兽是多大的事儿？你怎么敢动手？你不知道，在苍漠星说出那个名字，说起那个谁是要受什么罚的吗？你们的首领叫什么？秦修。我看你是真的想死了，竟然连我们首领的名字都敢直呼出口！果然，这里是老五秦修的地盘。疯了吧！我是你们的姐姐，你想干嘛？你是变态吗？给我滚出去！能让我见见秦修吗？首先呢，你没有资格见我们首领；其次，按照规矩，我们得把你这张脸划烂，然后丢出苍渺星。哈，这娘们跑得真快！喂呀！秦修，你就这么恨我吗？谁让你闯进来的？盯着这张脸到处乱跑，就不怕害死我们吗？别碰他！秦修，我对你就算有做得不好的地方，难道你对我的怨恨也大于我养大你的恩吗？你在说什么？疯了吗？敢这么跟首领说话？不是冒牌货，那些冒牌货见到我只会双腿发软，跪地求饶。敢用这种眼神看我，敢用这种语气质问我的，只有他。等着。刚刚首领是什么意思？我看啊，是这个雌性跟那位长得太像了，首领想亲自。好你个雌性，
竟然敢闯进会议室，看我划烂你的脸后，再打断你的腿！你们想干嘛？首领说了，他要自己处置这个雌兽。首领来了，我们就死定了！别忘了，上次老刘家的亲戚从归墟星来探亲，就因为嘴巴跟那位长得像，首领当场翻脸，把扎根了3代的老刘一家直接赶出了苍魔星。将军，您敢赌吗？你敢跳？这张脸真是令人作呕。秦兄，你讨厌我，就放我离开苍魔星。放你走，这辈子你都别想再离开我的视线半步。首领，要把他脸划烂吗？还是赶出苍魔星？会议室里这群议员怎么处理？谁说我要处置他了？带走。果然很适合。这副锁我打造了60年了，每年换一副，这是第60副。只是我没想到你还敢回来。当年你赶走，就应该想到再撞上我会没有好下场。阿修，你疯了吗？如果是当年那巴掌让你记恨我，那你扇回来。你想得美，你欠我的一巴掌还不清。阿修，我当时是喝了酒，有些上头，再加上……怎么？你以为是因为你扇了我一巴掌我才恨你的吗？你藏了100年，不想见我，以为这么轻易就能接过去了吗？不是的，我没有藏，这100年我是……真狠啊！可惜我早就不是那只怕你讨厌的小狼了。我是100年前忽然消失的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我是2个月前忽然出现在这里的。你是说，你忽然从天而降，又刚好掉到了千折翼的身边，刚好被庄九木发现，又刚好去到了破晓星吗？阿唐，我这么好骗吗？是不是觉得我们都喜欢你，你特别了不起？我没有，你讲点道理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道理？我有证据，你拿什么跟我讲道理？说吧，躲我的这100年，你去哪儿了？知不知道，我连探测仪都让人研发出来了，几乎要将整个联邦每一个星球都找遍了，都没有找到你。你躲在虫族领域去了吗？说吧，躲我的这100年，你去哪儿了？知不知道，我连探测仪都让人研发出来了，几乎要将整个联邦每一个星球都找遍了，都没有找到你。你躲在虫族领域去了吗？秦兄，你真是可笑，积攒了100年的恨意，竟然在看到他皱眉的这一刻就溃不成军了吗？说话！阿修，我没有说谎，我知道你恨我。101年前扇了你一个耳光，我欠你一句道歉。我听说在苍墨星，只要跟我长得像的雌性就会被迫整容，逐出苍墨星，这是真的吗？当然，谁让他们跟你长得一样？那你就在我身上报复我，倾些恨意吧，别再伤害那些无辜的雌性了。我不就在报复你吗？只要你乖乖的，我不会伤害你，也不会再伤害别的雌性。你要一直
留在我的身边，知道吗？你把自己弄流血了。你没跟他们结契，也好，省去我洗掉你们结契标记的麻烦了。你就在这儿待着吧，等我心情好了，会来看你的。你要把我关在这里？是，这个房间是早就为你准备好的。秦修，看好他，要是跑完，拿你们试问。首领的意思是让我们看着，他不处罚里面那个雌兽吗？还是他已经被首领毁容了？首领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。把今天所有的监控都给我放一遍。你右手剁了。首领，我没有手的话，就没办法在议会厅记录。那就滚出议会厅。还有你说要划烂他的脸，打断他的腿，那就划烂你的脸，双腿打断。首领根本不是在惩罚我们，把长得像那位的雌兽放进来，而是在惩罚我们碰了他。带我去见庄九牧。你知不知道，让秦修抓到他会面临什么？我们3个星球联手，必定能打得过苍明星。行不通的，苍明星有非常全面的防弹系统，我都跟你强调过了，不能让阿唐跟苍明星有任何牵扯。你为什么？如果你不贸然让人给我的山庄投炸弹，我不会让人带走他。你要是护不住他，就应该送他回来。你要是不添乱，他好好的。怎么办？我们要去拦吗？拦？有什么拦？你能拦得住谁？钱将军，我们首领正在解决一点私事，您要不……啊！读。有事？秦修，阿唐是不是在你那儿？他确实在我这儿。怎么，几天见不着他就想着他了？秦修，你别伤害他，你放了他，有什么条件我们都答应你。真有意思，你们就这么上赶着给他当狗？你也挺有意思的，你不想给他当狗，那就放他回来。你不肯放他回来，不就是也想当他的狗吗？苍明星就是他100年前的家，是你们一直不让他回家。再说了，他亲口答应我，以后就定居在苍魔星了。你们识相一点，就别给他添堵。我不信，让我跟他视频。你以为你是谁？有资格跟我谈条件吗？秦修，你要是敢伤他，1根手指头，我不会放过你的。就算我把他玩死了，你们又能怎么样？我去准备武器和机甲，明天就打苍魔星。你拿什么跟苍明星打？比热武器，连联邦都没办法跟苍墨星硬碰硬。难道你就这么看着他把姐姐留在苍云星？不，还有一个办法。有人吗？
能给我拿点水喝吗？他饿了，要不要上报给首领？你疯了！首领会管一个囚犯吗？要是饿死了，首领会生气吧？那喂点东西。啊，怎么回事？早前我们不是都有开这间屋子的权限吗？是首领走的时候用精神力加固了锁，只有他自己能开。以前在飞行星，我宁可自己挨饿，也从没短过他们一口吃的。秦修，你竟然恨我恨到想活活饿死我！那群蠢货，你们给他送饭了吗？他不吃生肉。谁？你们没给他送饭？你说要玩死他，所以我就没。蠢货！我让你们看着他，你们竟然敢饿着他！首领，我们明天不用来了，去弄点汤来要补身的，味道也不能差，要快。当年在飞行星，你挑食挑得要命，连看我们吃生肉都会反胃。你饿得胃疼时，我熬的肉羹，要是肉柴了煮散了，你都不爱吃。臭，拿开！喝下去，不然那么久不吃东西，对身体不好。不吃，滚！8年了，我每年砸进去无数金币，死保这个让营养剂无色无味的项目，哪怕它销量惨淡，哪怕财务官苦苦相劝，我只知道你闻不得一点异味。今天终于用上了，真是娇气，饿成这样还挑。吐吧，吐一口我喂一口，刚好我没喂够。你不是想饿死我吗？又整这出做什么？首领，我已经让人炖好番茄排骨汤了，您要我送进去吗？秦修，你要是让人进来观赏我，我一口都不会吃。被当成宠物关在玻璃房里已经够屈辱了，要是再让别的兽人看到我这副鬼样子，我宁可死。整个联邦都得客客气气喊一句秦首领，这雌兽竟然敢直呼首领大名，他死定了！蒙着眼睛进来，把东西放进屋里就走。是。满意了？原本也没打算让别人看见你这副样子。你也要管好自己，要是让别人看见你，我咬碎你，吞进肚子。你打算把我关在这里多久？一辈子。不喝，你走吧。又想让我像刚刚一样喂你了？恶心！哼，那就乖乖喝汤。你刚逃走的时候，我有好几年没缓过来劲儿，总觉得你在，打猎要多打2份，就怕你饿着。可等我把猎物送到破屋前，你走了，我用了很长时间才适应过来。以后都要这样乖乖喝汤吃饭，否则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听话。把它拆了吧，你这间屋子连雄兽都进不来，我一个1级的雌性也出不去的。你1级，
谁家一级的雌兽能单独面对2匹狼？你这是什么身份？18岁，姓黑，千哲义给你安的名头。这家庭也太差劲了，连给儿子上个大学的钱都没有。千哲义居然就给你安排这样的家庭，跟着他，你吃了不少苦吧？你有资格说这样的话吗？不喜欢吗？这可是我无数个睡不着的夜晚亲自起来雕刻的，铁链上的每一锤都是在恨你的时候下手的。你就不能打造一个不硌手的吗？你以为自己是来享福的吗？我要你吃尽我当年受过的委屈和痛苦。你别揉了，给我解开。不解。那你放我出这个玻璃房。不放。让我跟小峰他们打个视频通话。你觉得可能吗？听说你掉在苍苗星的时候，还在破屋那儿转了转，木门被你弄坏了。那木门本来就是我搭的，也是我家，我弄坏家的东西怎么了？是你搭的，但你走了，按照规矩，后来是我占下的屋子，就是我的。你破坏了我家的财产，你又多欠我一样东西。别乱动。这东西个人的很，我不乱动也会，给我压一手淤青。我给你2个选择：一，带着这个东西睡觉。我选2。2是我晚上留下来陪你睡觉。那我选3。3是带着镣铐跟我睡觉。做好决定了吗？2。你不会还以为却有资格伤害到我吧？你去刷牙洗脸。见鬼！我差点忘了他这要命的洁癖。100年前在废行星，谁敢沾着灰尘上床，就会被他毫不留情的一脚踹飞。要是指纹锁，只有我一个人能开。你把衣服穿上。脏的不穿。那你去找睡衣。没有。那你走。你要戴镣铐睡觉？阿唐，你以为我抓你回来是享福的吗？哦不，你是自投罗网来的，可不是我抓你回来的。要不是你现在解不了气，你这里已经被我……你别乱动。知道吗？这100年来，我无时无刻在幻想着，我找到你后要如何摸你。你要庆幸，我现在还舍不得，所以别惹怒我，懂吗？知道了。这些年你去哪儿了？他们几个给你当的你满意吗？我说过了，我不是101年前那个任你拿捏、看你脸色的那只小狼。齐修，你疯了！我早就疯了。104年前被你扇了一巴掌，我这100年来无数次都在后悔，后悔当时太冲动，才让你不顾一切的离开我。可我又一想到，这100年我见不到你，你却辗转在其他3个雄兽之间，我就忍不住要发狂。我没有离开，没有消失。我不恨你，我也没打算跟你们5个结亲。阿唐，你是我的了。滚！
滚！别让我后悔养大了你！不打算和我们5个结亲，那你打算和谁结亲？没谁，我本来就不是你们这个地方的兽人，我终有一天要回去的。我不会再放你离开的。如果这100年我不是被迫离开的话，我一定亲自操持你们的婚事，也就是你们说的节气。我绝不容许你们等我100年。你现在是在埋怨我等你100年？没有，只是我希望以后如果我再消失，你不要再等我了，也不要再去伤害无辜的子。除非我死，否则我不会让你再消失的。早在你消失在废行星的那一刻，我就做好了与联邦、与全世界为敌的准备。你死也要跟我死在一起，埋都要埋进同一个菜。我恨死你了，阿唐！101年前你说了那样的话，现在竟然还敢惹我！我是1级，没办法跟你们 SSA 级的凶兽结亲。我知道有一种药剂能让 SS 级短暂失去精神力，也就是抓到 F 级，到时候我跟你结契了，就可以就算药剂失效，我恢复了 SSS 级，我们结契的印记也不会消失。还有这种药剂？我已经让人采买了，明天就能到。明天？我需要时间。时间？你以为是在跟我谈判吗？这件事你同意呢，我就像今晚一样解开你的镣铐。你不同意，我就用镣铐将你锁住，我照样能跟你结契。你100年前就是我的，是我打赢了他们，你本来就是我的。只要你乖乖留在我身边，我就不会再动任何雌性。你不知道这100年来有多少雌性，他们恨不得把耳朵凑到我嘴边让我咬。可我这么多年都是想着你的。不许贴着我，滚！你是我的雌兽，听着这件事和做这件事都是你的义务。在你的身边，我的感觉更强烈。死变态！首领，皮特把破晓星的矿潜项目搞砸了。知道了。是。首领是不是吃药了？什么药能强到让一座冰山笑出来？太可怕了！我感觉我在做梦。今天的首领好怪，皮特搞砸了那么大的项目，首领竟然没发怒，甚至还在笑。我真想知道首领到底经历了什么开心的事情。对了，你们有没有发现那个字不会被屏蔽了？哪个字？唐啊！我有个大胆的猜想，回来了，一定是他回来了。唐，我已经制作了一份菜谱，每日都要按照菜谱上来做。对了，我让你找的会做古人类食物的厨师找到没？我已经让他们每人炒了一份西红柿炒蛋试菜，您要亲自尝尝吗？那祖宗嘴刁得很，绝不能让这群蠢货在做饭上糊弄他。这2份不要，这3份也不要。就他吧，1个月给500金币。首领，普通兽人1个月工资顶天了才100块金币。告诉他，给我用心做饭。要是他瘦了，那这钱他可花不了一滴。
是，这简直是当成眼珠子在供着了。我堂堂首领副手月薪才550，一个炒鸡蛋的竟然差点跟我齐平。还有，不准任何人跟他有接触。那送饭呢？做好了，我亲自给他送。昨天让你去采买的药剂，拿回来没？买到了，但试药的兽人还在休养。首领，属下不建议您服用该药剂，说是被敌人趁虚而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把药剂给我，送一份过来。多买几担碟片回去给他看。阿桃呢？在我家里，在我床上。就算在你床上，你也碰不了他，他才一起。阿桃呢？在我家里，在我床上。就算在你床上，你也碰不了他，他才一起。那你恐怕要失望了，我马上就能碰他。什么意思？你马上就能让他升到 S 级的药剂？不可能，整个联邦都没有这个技术，你在撒谎！你说是就是。首领，饭菜都做好了。知道了。我用锁链给他拘押起来，给他做的4菜1汤，亲自用嘴喂的。怎么说？时间到了吗？他应该就在这2天会用药剂，寻常兽人只要一碰，会在12小时内丧失精神力。他是 SSS 级，药效时间会缩短，大概是2小时。你要加快速度。知道了。叶凡，你一定要救他出来。你真要让叶凡去？可是他对姐姐也只有叶凡能去。他在整个联邦里没有备案，又擅长伪装，除了他，我们谁都去不了。我们只能相信他。这受尸的狗血片简直雷死人！第一次见面就秀信息素，味道对了直接开趴。我才谈恋爱，辣眼睛。鱼肉爽口，很入味，很好吃。算你运气好，我从食堂里随手打包的。那你下次还去这个食堂，给我打包吧。看我的心情。他会摔倒吗？关你什么事？你喝了什么？我说过了，你早该是我的。他明明恨我入骨，连一句带我名字的话都不许别人说，连一株像我名字的植物都要绝种。他竟然把我的名字身份刻在了他自己的皮肉里。阿修，你别冲动。阿修，阿修，别，没关系。从被带回来的那天起，我就知道这一天迟早会来。你轻点儿，别弄疼我。
阿唐，我带你走。叶凡，好久不见，阿唐。阿唐，别跟他走。阿凡，我不能跟你走。你知道庄九墨、千折翼和风月舟等你都快等疯了吗？你知道秦修是个疯子吗？你要是留下来，你就会被迫接气，下一次就连我都救不了你了。放开他！秦修，你知道你的脑袋多值钱吗？多少兽人在觊觎苍明星，可我没想到你为了阿唐竟然敢服下失去精神力的药剂，你真是疯了！你现在不止失去阿唐，也失去了自己的性命。能因为他死，我心甘情愿。不止我，你们谁不想为他死？你杀我，那他就会一辈子记得我，一辈子恨你，而他心里永远都有我的位置。阿唐，如果你跟他走，就先让他杀了我。阿唐，你再不回去，庄九妹要向苍明星发起攻击了。让他攻击，我苍明星不惧怕任何攻击。阿唐，别伤到他，我跟你走。我们走楼顶。首领！给我找，给我搜，找遍苍明星，都要把他们给我找出来！还有，封掉苍明星所有的出口，连只苍蝇都不准放出去！是。阿唐，阿唐，你够狠心，只差一点，只要我早一秒咬破他的肺厅，只要多那一秒，他就永远是我的了。哥，今天的菜还没送呢，要做什么菜啊？马上就到晚餐时间了。做个屁！滚！哥，不做了吗？首领，要不把他们遣散了？我说要解散了吗？等他回来，继续给他做饭吃。不对，曼陀罗花有剧毒。这是我培植的无毒曼陀罗，一年四季都盛开，漂亮吧？漂亮。你不是说要带我回去见千折翼他们吗？我改主意了，阿唐，你不想回去的，对吗？我都听说了，他们想跟你结契，一直在等你升为 S 级。我想你一听到我们等你100年，心里肯定吓坏了，有愧疚。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太了解你了。你跟我一起去太行星吧，我给你时间思考，让你自己静静。你养我，我保护你，不然你在费一星这么晃荡，迟早会死。你要先活下去。我是不是太没用了？只会喝酒逃避现实。
如果酒精能让你暂时忘记烦恼，它就是好东西。现实让你痛苦，你才想逃避。没关系的，阿唐，你可以逃避，我会一直陪着你。我听说你回来不到3个月，却辗转去了3、4个星球。阿唐，你一定吃了不少的苦。其实你别听到我们等你100年就有很大的压力，真的。对我们来说，100年不过是生命中短暂的一段旅程。科技也在进步，以后说不定能活1000年呢。雄兽的爱是占有，是刻在血脉里的天性。可我不希望那样，我希望我的爱是纯洁的，像这些我特意为你培植的无毒曼陀罗一样。我愿意为你压抑我所有的天性。我也在等你，可我不想像他们一样逼你。阿唐，我希望你快乐且自由。那我要接着上学。好，我把你的学籍转到太恒星。那里的学校怎么样？比归墟星的好。好。太恒星，太恒星，太恒星，这个星球不就是原主亲生父母所在的星球吗？我还记得以前你就说过，梦想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子，不用太大，温馨舒适就好。所以我就凭着感觉买了这间房子。女士，您采买的商品已经送达，请查收。我没有录自己的指纹，这间屋子只有你有出入门的权限。我住在楼上那层，你有事喊我，或者按下那个按钮。我的房子录了你的指纹，你可以随意出入。谢谢你，阿凡。不用谢我，你是我这一生偿还不清的恩情。联邦紧急通报，天阙星与苍魔星濒临开战。这是首领的决定。再说，苍明星这几年来做事越发苍虚，屡次越界，早就该受到惩罚了。无可奉告。苍明星会应战吗？当然，苍魔星不惧怕任何星球。天阙星是第一个，下一个是破晓星，再下一个是归墟星。首领说了，哪一个都跑不掉。要开战了。谁敢发动战争，以后不许跟我见面。阿唐，你在哪儿？姐姐，你怎么不回来找我？阿唐，你跑到哪里去了？阿唐，你还好吗？阿唐，别忘了把我拉进群。叶凡，你还敢进来？我现在恢复精神力了，来跟我单挑！姐姐，你是不是被叶凡这臭蛇绑架了？叶凡，你把阿唐带到哪儿去了？叶凡，我们约定好了，你要把阿唐送回来。你违约了。我尊重阿唐的所有决定，我将他送到了一个新的星球。至于他要不要见你们，都由他决定，我不会干涉。姐姐，你不想见我吗？你是不是讨厌我了？没有，我只是需要想通一些东西。但我希望这段时间，你们不要惹事，不要打架，更不能发起战争。我听姐姐的。我不强迫你们，你们打吧，打输打赢的我一起拉黑。别，不打了，听你的。会有无数兽人遭殃出逃。我幼崽们不会被殃及。请问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不打了。什么？联邦内部委员会无数议员磨破嘴皮都调和不了的灭世大战，就充满荒诞感的演习息了。虽然不知道是何方神圣劝阻了这场战争，但这件事对整个联邦来说都是大好事。
你就是黑糖吧？我见过你。见过我。原主前18年像阴沟里的老鼠一样被困在归墟星，根本没离开过。怎么可能见过太恒星的高井兽人？你可太有名了！归墟星和天切星联手发的寻人启事，在网上炸了很久。石胜，你在和谁说话？黑糖，你还记得他吗？通缉令上长得跟你母亲很像的那个。陆丰北，陆家长子，原主悲惨一生中唯一对他施舍过些许好意的亲生哥哥。可惜，在那位抢走一切的假千金面前，这点好意连个屁都不算。看傻了，快打招呼啊！你好，我叫陆丰北，久仰大名。谢谢。没想到你陆大少爷也有吃瘪的一天。不过这雌兽太有个性了，我喜欢。这雌兽跟别的寻常雌兽确实很不一般。到底还是你太低调了。他要是你是陆族的大少爷，恐怕下次就得装作不经意跟你偶遇了。别胡说，他看起来不像是这种雌兽。原主是恶吃不假，可这偏心的亲生父母和亲哥哥又算什么好东西？所谓的亲情，哼，根本抵不过假千金的撒娇卖惨。我说什么来着？刚刚那一眼，他肯定查过你是谁了，现在一定在想方设法引起你的注意。这就是你说的想方设法引起我的注意。你看吧，你这不就是被他吸引了注意力吗？哥，你在看什么呢？没什么，一个雌兽。阿凡，你会做饭？当然会。你忘了，以前在废行星有什么值得庆祝的事，都是我去学了古人类的烹饪大全。得有100年没做过饭了。阿桃，你尝尝。味道很好。以前在废行星食不果腹，可这100年里，除了秦修发疯那次，他们5个从来没让我饿着过。曾经有兽人笑我命好，说等小崽子们长大了，组建家庭后就不会管我了。我当时还跟着大笑，谁能想到一语成谶，他们想护的雌兽还是我，想组建的家庭也是我。昨天见面太过仓促失礼了，我想或许你对我印象有误。我叫陆丰北，能重新认识一下吗？不能。你似乎对我有某种敌意，我能问问为什么？这家伙是听不懂人话，还是陆家的自我感觉太安好？我没有和陌生雄性认识的习惯，麻烦让一下。我没有恶意，也不是想跟你搭讪，实在是你跟我母亲长得太像了。她见过你的照片，想约你去家里吃顿饭。长得和我在现代妈妈一模一样，难道？哥，你怎么把妈妈的照片给乱七八糟的人看啊？喂，我哥可不是你这种随随便便的雌性就能勾搭上的，你少打我哥的主意。不许胡说，他跟妈妈很像。真的跟妈妈很像哎。哥，你说会不会是妈妈在外面还跟别的凶兽结契生下的呀？原来陆大少爷请我吃饭，是想抓陆老夫人出轨的证据。该死，这个玩笑开太大了。抱歉，我妹妹说话冒犯，我想邀请你去吃饭，是家父家母的意思。我答应了。放学你在校门口等我。我今天去赴宴，麻烦告诉阿粉一声，晚上7点去陆家接我。喂，小雌兽，你转校2天遇见我们快4次了吧？你是不是后悔上次不够礼貌啊？他是我们的贵客，我要施礼。好，那我跟黑糖小姐到。哥，你看看他真把自己当贵客了，你带他回家想把妈妈气坏吗？
不会的，凤溪，你不许胡闹！你再找茬，别怪我翻脸！你叫黑糖是不是啊？这眼神，在原主的记忆里，这位母亲永远是充满愧疚，想亲近却又不敢靠近的。原来她也有这么纯粹发自内心的温柔与母爱。陆夫人，您好。好，贸然把你请回家里来吃饭，希望你不要怪我太失礼才好。妈妈，你不知道他有多难请，哥哥的热脸贴了他好几次冷屁股。不许胡闹，今天黑糖是妈妈邀请他来的，你要对他有礼貌，知道吗？哼。让你看笑话了，黑糖。凤溪这丫头从小就被我们惯坏了，家里她一个女儿，陆家上上下下都宝贝得很。这根本不是我的情绪，是原主的，被惯着，被当成唯一的宝贝，这一切的一切原本都该是他的。我这几日见到陆小姐，她对我敌意并不少，语气也蛮横，实在是不像陆夫人能教导出来的女儿。凤溪刚出门时，虫族向太恒星发起过惨烈的战争，当时凤溪被别的兽族抢走了，在外面过了好几天苦日子，白嫩的脸蛋都变得黑乎乎的。我实在心疼，这些年也忍不住对她多有疼爱。刚出生时被抢走，过了苦日子，去他妈的虫族！那根本就是这主恶毒的养父母，偷偷将原主抱走，把2个孩子调包了。可怜这位陆夫人，把仇人的女儿当成失而复得的绝世珍宝宠了10几年，却让自己的亲生女儿在废为星，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。抱歉，我不吃生食，能不能给我煮一碗面条？你也喜欢吃熟食？快，把茄子煲和酒酿丸子拿上来。家里只有我爱吃熟食，我以为你和风北他们一样，都喜欢吃生肉呢。这些饭菜很好，难怪妈妈在黑糖小姐就有亲切感，没想到你们的口味都一模一样。妈妈，你跟他怎么那么要好啊？黑糖，你好会装啊！以为学古人类吃熟食就能期限上等兽人了吗？我看你是痴心妄想。你是在说我，还是在说陆夫人？以为学古人类吃熟食就能期限上等兽人了吗？我看你是痴心妄想。你是在说我，还是在说陆夫人？妈妈，我不是在说你，我是在说黑糖。妈妈，我也要跟你一起吃熟食。凤溪，你不是只吃生食吗？凤溪，以前你都嫌熟肉太油腻、太柴，怎么今天愿意吃了？不管哪个星球，为了证明自己不再像动物一样野蛮，都在证明自己能接受熟食。哥哥是 S 级，他有实力吃生肉，没人敢笑话。可我是陆家小姐，要是被别人知道的，我只能生食，绝对会被笑死。凭什么这个看起来没有半点出色的黑糖能吃得下生食？陆夫人，多谢您的款待。你瞧瞧，你是不是跟我年轻时很相像呀？原主终其一生都没经历过这么温柔的母亲，她是在被强行抽血验 DNA 后才被带回这个家，两人之间只有别扭和小心翼翼的试探。如果人生没有被调换，她原本也该拥有这么明亮璀璨的人生。很像您年轻的时候，很漂亮。黑糖，你是在夸我妈妈，还是在夸你自己？倒是这位陆小姐没有遗传到您的长相1分。
我从小就因为长得不像爸妈自卑，甚至哭闹着去验 DNA， 他怎么敢？可我就是我妈妈亲生的！你看什么看？黑糖，我调查过你，你出生在贫穷到连名字都没有的荒废星球里，是你弟弟出生后，你爸妈才搬到龟修星，却一直没能落户苍魔星，只能在垃圾的地方打零工赚生活费。你爸妈还把你放在肮脏的黑市拍卖，你拥有这样不堪的出身，嫉妒死我了吧？我看你身上流着低等的血脉，你也好不到哪里去。陆福熙，你怎么这么无理？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你自己问问他，这张悬赏令是不是他？还是被那2颗星球的雄兽买了？他们没玩腻，他就跑掉了，所以他们才要悬赏黑糖。我去查过了，当初黑糖在黑库里被拍卖了300万金币，这么高的价格，他们怎么可能罢休？妈妈，你敢跟他扯上关系，怕是要惹怒天切星和归虚星的雄兽。是这样吗？既然你妹妹去查了，你也可以去查，而不是听你妹妹的一言之词。对不起啊，黑糖，他们说话没有把门，你不要怪他们。我能看出来，你是个好孩子，以后多来陪我吃吃饭，好不好？听说你要来，我也给你准备了伴手礼。妈妈，你早上从仓库里拿出来的首饰，就是为了送给他的。凤熙，你再胡闹，我告诉你爸爸，让他罚你。时候不早了，我让风北送你回去吧。不用了，我有朋友来接我。哥，那个雄兽是谁啊？是你朋友吗？我怎么没见过？这是我的朋友。阿唐，回家了。陆夫人，再见。黑糖，对不起，今晚我没冒犯到你了，我也不礼貌。这精神力难不成是 SS4 级？哥，那个雄兽是谁啊？看起来精神力不在你之下。不认识，我是 SS 级，在我之上的只有 SSS 级，可整个联邦 SSS 级的不过4、5个凶手。黑糖怎么会跟 SSS 级的凶手扯上联系？难不成黑糖又找到了新的金主？你刚到太恒星没几天，怎么就认识了新朋友？是那个雄兽邀请你去他家吃饭的吗？是陆家夫人，他们在悬赏榜上看见我，觉得我跟陆夫人很像，很投缘，你就去了。万一他们有什么坏心思呢？所以我才让河马司机去找你，让你7点来接我。如果有什么事，还有你。我真怕他看上别人，可现在只要他还依赖我，我就能克制。门口那位雌兽确实与你有些相似，你们有什么渊源吗？陆家是我的原生家庭。原生家庭？陆家似乎对你很好奇，也很怜惜。你要回陆家吗？不回，陆家对我没什么意义，我只是想把错位的身份换回来。原来那个碍眼一直盯着阿唐看的 S 级雄兽是他亲哥啊，这下彻底踏实了。姐姐，想你，什么时候能见你？我如你所愿停战了，你就这么晾着我？打算再晾着我100年是吗？你就不怕我再次生气，把你再锁起来？你们应该庆幸我还愿意留下他一条命，他被我锁起来了。吃饭不方便，都是我用嘴喂的。我看你是
你们别吵了，阿唐累了在休息，别把他吵醒了。这份嫉妒足够让他们发疯了。叶凡，你把姐姐带到哪里去了？装什么假清高呢？真清高就共享位置，到时候再看见你，别怪我不客气。你们想留住他的人，100年前就没留住，以为那愚蠢的锁链有用吗？我就说一句话，如果你们不想重复100年前的悲剧，尽可以违背阿唐的意愿。第一，身份确认。你把你的指纹录入16楼吧。好，没有你的同意，我不会擅自闯入的。我相信你。你今天是怎么回事？屡次对一个没见过几次面的同学这么没礼貌。我就是看他不爽。他短短几个月就跟好多凶手牵扯不清楚，哥哥跟他打招呼他都不理哥哥的。凤溪，妈妈有没有告诉过你，对不管是什么身份的同学都要以礼待人？知道了。妈，你们这是要干嘛？没什么。你们要查黑糖的 DNA 是不是？妈妈，你是不是怀疑她才是你的女儿？当初妈妈生你的时候，那场意外来得太突然了，再加上黑糖跟我实在是太像了，我现在怀疑，我当年不止生下你，还可能生下了另一个孩子。要是黑糖也是妈妈的女儿，妈妈以后肯定会偏心她的。她凭什么长得那么像妈妈？凭什么能被请进家里吃饭？等检测出是亲生女儿，我再告诉你们那是我的 DNA， 我看你们怎么收场。一想到待会儿妈妈惊恐的发现 DNA 结果是亲生，等他们以为黑糖是亲女儿时，我再跳出来打他们的脸，太好玩了。妈妈，早上机器人不是来送检查结果了吗？你说的对，是妈妈多想了。哥，这报告是不是送错了？没错，是妈和黑糖的。虽然她长得跟妈很像，但不是亲生关系。妈妈早上看到报告还有点失望了。不是亲生的，怎么会不是？我昨晚明明把黑糖的勺子换成了我自己的勺子，如果送去化验的是我的唾液，什么结果会显示非亲生？这是怎么了呀？凤溪，你昨天不是还很讨厌糖汁吗？怎么今天就这么想跟她做姐妹啊？妈，你要是真的这么喜欢她，不如收她做干女儿。凤溪，这孩子是怎么了？到底哪一份是假的？难道黑糖才是妈妈的亲生女儿？凤溪，怎么了？早餐也没吃就跑上来了？没什么。我妈妈很喜欢你，她让我送这个耳环给你。昨天还对我充满恶意，今天竟然主动示好，这只花孔雀又想搞什么鬼？你干什么？我给你戴上，看好不好看？不用了。黑糖，你是不是不知道这耳环多珍贵？这是藏明星的，水晶打造的。凤溪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就是觉得自己昨天对他不太礼貌，给他赔罪来的，可他不接受。哥，你劝劝他，让他接受我的礼物。凤溪，你今天到底怎么了？怎么一早上看了那份报告就不对劲？
原来如此，昨天陆家叫我去吃饭，是为了测我的 DNA。那陆凤熙今天这么殷勤的要碰我的耳朵，是为了把我的头发再去检测一遍。而陆丰北似乎根本不知道真相。陆凤熙，你让我看看耳环。我确实不喜欢，你拿走吧。黑糖，你耍我呢？你不是想来跟我道歉的吗？我现在接受了。我晚上回去真得问问他，到底是怎么回事。鱼儿咬钩了，你来干什么？这是陆家的厨子做的，我妈觉得你会喜欢，让我给你带一份。但我吃饱了。是昨天晚上来接你的那个雄兽给你送的饭吗？无可奉告。黑糖，像你这样长相的雌兽是很吸引雄兽注意的，你要对自己的人身安全上点心。我昨天让人查过了你最近的遭遇，如果你是被强迫的，被任何雄兽伤害了，我们陆家都会帮你的。可笑，不管是秦修、千折翼还是风月舟，哪一个不是动动手指就能把陆家碾成灰的顶级掠食者？你们陆家也配说帮我？不用了，快上课了，麻烦你离开教室，以免别人误会我们的关系。打扰了。那是陆大少爷陆丰北吧？黑糖，你认识他？见过几面，不熟。那你有他的联系方式吗？他看着谦虚有礼，但非常不好接近。他明明到了节气的年纪，可从没对哪个雌性好过。对了，除了他那个妹妹。上课了。饭做好了，在保温柜。阿唐，到家了记得跟我说一声。哭成这样，肯定是看到非亲生的检测结惯了。黑糖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一切了？你是指什么？他到底知不知道？要是他不知道，我岂不是白白把大小姐的身份送人？如果没人知道，我就可以继续做我的陆家小姐。你不知道就算了，他的存在就是个祸害。万一妈妈心血来潮再测一遍 DNA 呢？我不敢赌。喂，我妈说你喜欢古人类的食物，我还有一个蛋糕送你吃吧。你看什么看？难道我还能给你下毒吗？你能。凤熙，凤熙，你跟黑糖同学好像关系很好。你妹要送我蛋糕，我不吃，送你吃吧。凤熙，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怕你哥吃这个，是不是真的在这里下毒了？